美军频繁侵扰，而在这敏感时刻，我军海盘子再度现身，这预示了什么？海盘子将会给我军航母战力带来怎样的变化？根据港媒南华早报的报道，1月27号的时候，我国空警600预警机再次进行了试飞。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也爆出空警600试飞的照片。自去年8月证实这架飞机进行首飞后，这次空警600也是第二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空警600是我国最新研制的舰载预警机，俗称海盘子，是可以在航母上起降的固定翼预警机。在此之前，只有美军装备有这样的装备，而空警600的出现，意味着我国将成为第二个能在航母上起飞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的国家，也就此打破美军的垄断。此次海盘子再度现身，引人关注。除了预示着这架飞机目前进展顺利，同样在这个敏感时刻也释放了一些信号。我们知道，最近几天我国海域并不太平，就在空警600试飞同时，美军罗斯福号航母进入南海。与此同时，多架美军预警机也不断侵扰我国海岸与岛礁，这其中就包括了美军航母舰载预警机 E-2D。而目前我军正需要一款类似的舰载预警机来与 E-2D 对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空警600现身。空警600无疑将成为我国未来航母的舰载机的中流砥柱，它能在航母上起飞，意味着预警机的航程问题可以有效解决，这也是我国航母编队能最大发挥远洋作战的能力。目前我国海军虽然有航母，但其活动范围更多还是局限于近海，因为航母需要依靠近海雷达预计机场起飞的预警机。一旦到了远海，虽说军舰上也有预警雷达，但考虑到地球曲面等因素的原因，侦察范围始终有限，这就使得我国航母难以像美军航母那样满世界跑。但有了空警600，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专家曾推测，空警600使用的是最先进的有源相阵控雷达，这种雷达不仅侦察范围远，同时可以在极端环境下锁定多个目标，并将情报实时传回航母上的指挥中心，以方便指挥中心做出决策。在战时，空警600能最大程度发挥航母战斗力，即使不在战时，空警600也有很大的作用。试想一下，有了空警600这样的飞机，将来我们也有可能将航母开到美国本土附近的海域，并且让海盘子去周边兜兜转转，那感觉肯定不一样。而在未来，电磁弹射航母、海4代以及海盘子将组成我国航母编队的新战力。对于此次海盘子再度现身，结合最近美军的动作，有网友调侃道，美军每来一次我们就变强一点。事实情况的确是这样的，近年来我国不断涌现出众多新型装备，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护我国主权，保卫国家安全。这些武器最大的作用就是震慑企图破坏这些的对手。近段时间，伴随着印度在边境地区动作不断，而才刚刚结束的第9轮中印谈判，也让外界感受到了暂时平静下的暗流涌动。而最近有消息显示，美国一直试图怂恿印度可以在南亚牵制中国的计谋，或许真的得逞了。据《环球时报》在1月30号的消息显示，在前一天，也是印度当地时间周五，印度总统拉姆纳特·科温德在公开演讲中重点指出，当前新德里正在全力以赴保证边境线的状况。新德里已经决定在中印边境地区投入更多的部队，并采购更多的先进装备。路透社在当天也透露，相对于印度总理莫迪的频繁现身，印度总统拉姆罕有露面，而此次公开讲话很可能预示着未来新德里的主要战略出现了较大改变，即利用美国的支持下扭转当前局势，并迫使中国方面做出某些让步，同时也通过与中国的矛盾侧面取得西方援助，帮助印度应对国内经济倒退、民生疲弊的现状。不过路透社也指出，印度总理这一次谈话中提到，继续采购一系列现代化武器，加强军队力量，应对突发事件。说出这番话显然是意有所指，
相对于对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小国，印度需要大规模采购军备来警惕的对象，也就只有北边的邻居了。虽然印度总觉得自己是超级大国，而且双方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局势，也从去年开始就成为了印度军方要钱的一个主要理由。需要注意的是，在1周不到的时间里，新德里方面已经通过了一个接近4800亿订单的战机采购合同，虽然单位是卢币，但就印度当前这个经济状况，称得上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豪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巨额资金投入采购军备，联想到接连9次中印对话谈判不欢而散，这显然也意味着印度并不打算在对峙地区做任何的让步。这一点或许真的需要我国警惕，不能对印度抱有一丝期待。有观察人士感慨，美国从去年开始就不断怂恿印度在南亚地区牵制中国精力，利用印度国内毫无底线的媒体机构肆意带动舆论情绪，制造民众盲目情绪，以此通过所谓的民意挟持新德里向中国发难。而如今来看，印度已然决定进一步在边境加码屯兵，哪怕到时候后悔，也会有海量的舆论压力和高昂的沉没成本，逼得新德里铤而走险。更不用说，印度军方早已蠢蠢欲动，想要在国内树立强硬态度，捞取政治资本。众多因素影响下的印度，无疑成为了一个定时炸弹，而这自然也是美国人希望看到的局面。近段时间，美国在国际上动作不小，虽然国内混乱依旧，但在转移注意力上却明显做得比上任迅速得多。而最近就有消息显示，美国人似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星球大战计划，不过就是这个水准已经不如当年。从美国军事网站引擎刊文指出，该网站相关人士在最近得到一系列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指向一个神秘的飞行单位。美国空军正在为研发一款不明飞行器进行一些概念性测试和相关技术验证。而该网站得到文件中提到，这种不明飞行器的测试试验中有一项为时空修正武器，氢弹与之相比也就是个鞭炮。按照该网站的说法，美军的整个项目被命名为高能电磁场发生器，整个文件就多达数百页的技术图纸、数据测试结果和现场照片，大多是关于评估美军航空工程研发者提出的派斯效应。从互联网上查到的资料来看，这种效应目前还只是一种理论物理概念，即在平稳快速的加速、减速、加速状态下，通过加速振动或自旋的方式控制带电物质的运动，实现催生强大电磁场。而这种状态下催生出来的电磁场可以拥有重新构建现实世界结构的能力。该网站认为，美军之所以展开这种理论的验证工作，是基于认定这种理论一旦被证实并应用，那么很可能会开启新一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道路，在未来甚至转向民用，进而对动力研究、能源研究产生重要意义。并且除开这个高能电磁场发生器，美军在去年还出现了有关高温超导体等离子压缩聚变装置等研发项目。如果光从美国媒体这些报道来看，似乎确实存在新一轮武器装备竞赛的可能性。不过如此重要的试验，涉及军事机密的现场照片，如此简单就公开的报告，这一切都透露出一丝诡异。如果美国人军事机密类型的研发都是这种公开状态，也就谈不上什么世界霸主了。有观察人士认为，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美国人的新一轮星球大战计划，找点完全不符合当前技术水平的纯理论概念，假装自己努力研发新科技，进而引发全球性军备竞赛，压缩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空间，典型的战略欺诈。当年苏联就是听信了美国人的这一套，才有了后来一系列问题。而且文章公开的报道中也存在问题，3年研发就投入46万美元，还顶不上一架战机。有网友嘲讽，美国人这个宣传水准真是不如当年，漏洞也太多了。公开的照片也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都可能是盗用别人的图片，吹起来这么厉害，绝密的项目，结果技术资料就这么简单就放出来了。